嗨，大家好，这里是方竹时间，我是方竹。今天我们来聊一个您可能听过很多次，但每次提起都忍不住心生敬佩的问题：小红点儿新加坡为什么有钱？世界银行的预测数据显示，2024年新加坡人均 GDP， 也就是 PPPP， 约为147118美元，全球第二，仅次于卢森堡。而在1965年刚成立的时候，它的人均 GDP 仅为516美元，短短60年增长了285倍，从一个第三世界贫民窟逆袭成为第一世界典范。要知道，在2024年，整个东盟的人均 PPP 不过1.8万美元，新加坡几乎是它的10倍，人口只有600万，却逼近瑞士、卢森堡这些贵族国家。这个小红点儿为什么这样有钱？今天我们就把这个问题看得深一点、宽一点、远一点，也哲学一点。首先，方舟想说的是，新加坡有钱不是运气，而是卓越的决策力。1965年独立时候的新加坡什么都没有，煤矿没有，连喝的水都跟马来西亚买。那时候人均 GDP 只有516美元，周边全是比它大、比它富的国家，全世界没有人看好它。但李光耀先生当年的一句话振聋发聩：先活下来。意思就是先把秩序和饭碗守住，在他理想。先招商，用今天的话来说，就是吸引外资，把别人的钱请进来。您要知道，在60年代的亚洲，外资可不是随便来的。为了让外资安心，新加坡立刻干了这样几件事儿：高官高薪养廉，防罢工，低税率，合同严格履行。听起来简单，但在当时的亚洲，这就是降维打击。日本、美国的工厂一圈考察下来，印尼在罢工，菲律宾腐败，泰国政变，只有新加坡既便宜又稳妥。于是第一批钱来了。60年代末和70年代，德州仪器、惠普、飞利浦这些电子厂、半导体厂纷纷落地，那是新加坡经济腾飞的第一阶段，出口导向型制造业。当时新加坡的经济重心就是拼命建工业园区，吸引电子、石化、纺织这些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产业。你可能想不到的是，在1970年和1980年代左右，新加坡的炼油能力一度是全球第3，仅次于美国和荷兰。石油从中东运来，在新加坡炼好分装，再卖去全世界，赚的是加工的钱、港口的钱。同时呢，它还发展港口贸易。在1980年代，新加坡意识到单靠制造业远远不够，它还有一个别人抢不走的优势，就是地理位置。新加坡呢，刚好卡在了马六甲海峡的最窄处，是印度洋和太平洋之间的必经之地。李光耀先生说，如果我们不当这个区域的码头，别人就会抢走。所以他投入巨资修码头，建集装箱港。到了80年代末，新加坡港口吞吐量已经超越香港，成为东南亚的最大港口。你可以把它理解成收过路费，全球货物只要路过这里，新加坡就能抽成。这个阶段的新加坡不仅有工厂，还成了海上的银行，开始靠聪明和秩序赚全世界的钱。有一位观众朋友曾留言说，李光耀先生有可能是位时光旅行者，可以预见未来。这是一个非常有想象思维的观众，这个时候很适合点赞、订阅方舟时间。事实上呢，比起高校更难的是敢选择，而新加坡就是有这种选择的勇气。很多新独立的国家都会陷入民主还是专制、市场还是计划、平等还是效率的左右之争，可新加坡说我都要。它一边严格管控、统一规划，约有87%的土地归国家所有，房子80%由政府统一建好，统一卖给百姓，价格呢压得很低，保证人人有房。李光耀先生当年讲过一句很有意思的话：如果我不给每个家庭一套房，我就没有资格要他们忠诚。地铁、港口、电厂、医院、学校几乎全是政府投资，听上去是不是很社会主义？另一方面呢，新加坡又对企业极其友好。
税率低得惊人，比美国、欧洲还低，个人所得税全球最低之一，公司注册手续简单，外汇自由流通，没有外资的准入门槛，只要你愿意投资，能创造就业，就欢迎得不得了。听上去是不是又很资本主义呢？再看社会管理，他不怕得罪人，为了防止种族冲突，他强制各个民族混居在同一栋楼里，防止某一个民族形成贫民窟，强制推广英语作为工作语言，抹平族群隔阂。您说这是不是很严格？是，但也是保护国家生存的需要。他甚至敢做出非常不讨喜的选择，禁止口香糖，严惩乱扔垃圾，在家里裸奔都有法律限制。甚至很多人都知道，新加坡有一种刑罚叫鞭刑，对违法犯罪的震慑力非常大。方主的理解是，鞭刑不是为了羞辱，而是让每个人都记住这里的规矩不能践踏。那您对鞭刑这事儿有什么看法呢？也欢迎您留言分享。但新加坡人都知道，严格的法律换来的是全世界最低的犯罪率之一，最干净的城市，最安全的夜晚。记得李光耀先生当年说过这样一句狠话：我不在乎别人说新加坡不民主，我在乎的是50年后新加坡人是否活得好。而事实证明，李光耀先生赌对了。方主想说的是，一个国家和一个人，你想要什么样的未来，就得有勇气做出什么样的选择。新加坡敢选、敢赌、敢承担，所以他赢了。新加坡呢，还有一个令人佩服的地方，从来不图短期热闹，而是耐心经营，长期的稳定。很多国家和企业被眼前的 GDP 股价报表牵着走，换一届领导人，政策就翻盘。可新加坡像一个心态极好的棋手，每走一步都在想20年、50年后。从李光耀到吴作栋、李显龙、黄循财，新加坡几代领导人没有谁推翻前任，而是一棒接一棒跑接力赛。他的战略是层层递进，从不跳跃。比如第一阶段，先把秩序、信用、干净的政府建立起来，让外资赶进来，解决就业、修地铁、盖房子，把百姓安顿好。第二阶段，用出口导向型制造业和港口贸易赚外汇，炼油、电子、纺织，这些都在当时有竞争力。第三阶段，趁着累积下来的资本、技术、人才，把经济升级到高端制造、金融服务、科技、教育，逐渐贵族化。现在呢，又开始布局智慧城市、绿色能源、家族办公室、财富管理，把自己打造成全球富人精英的信任港湾。你看这条路径几乎是全世界最稳健、最优雅的产业升级范本。放眼望去，很多国家走马灯一样换领导人、换政策，新加坡却是一代一代接力跑，不断把国家推向更高层次。进入90年代，新加坡人均 GDP 已经突破了1万美元，制造业也逐渐失去成本优势。李光耀先生又一次高瞻远瞩，推动新加坡开始产业升级。他主打2个方向：金融中心加贸易中心。与此同时呢，他打造国际仲裁中心，吸引跨国贸易在新加坡结算和解决争端。到90年代末，金融业、贸易服务业已占 GDP 接近40%，超过制造业，出口结构也从低端加工品变成了高附加值的电子、精密机械和金融产品。这个阶段的新加坡已经不是代工厂，而是全亚洲的交易所。李光耀先生是多么的高瞻远瞩，这就是人间智慧。到2010年之后，新加坡已经不满足于做一个亚洲的金融中心，它要更贵族化。这个阶段，新加坡的目标客户已经从跨国公司升级到全球精英，全球几乎1半的家族办公室亚洲总部设在了新加坡，资产管理规模超过了4万亿美元。新加坡像一位稳重优雅的管家，不仅会挣钱，还懂得帮别人打理守住财富，成为全球的信任港湾。最后，我们再讲讲新加坡这个小国为什么不光现在有钱，而且还能确保未来继续有钱。
答案就是4个字：守得住钱。很多国家有钱的时候热热闹闹的，但一旦遇上了危机，财政赤字，人口老化，家底很快就被掏空了。新加坡呢，很早就意识到，财富不只是赚来的，更要守得住，还能滚雪球。它的秘诀就是把国家的盈余外汇储备放进2个管家里， GIC 政府投资公司和淡马锡。这2个主权财富基金加起来管理的资产已经超过了 1.2万亿美元，体量堪比中东的石油土豪。当年新加坡每年都有贸易顺差、财政盈余，但这些钱没有被拿去搞面子工程乱花，而是存下来投资全球。GIC 更稳健，像一个保险箱，把钱呢投在了全球债券、股票、地产里，确保长期回报。淡马锡更灵活，像一个猎手，四处布局新兴产业、创新产业。很多人都不知道，淡马锡一度是阿里、腾讯、美团、黑石、辉瑞这些巨头的股东，投资眼光极其毒辣。更聪明的是，这2个基金每年还会分红一部分回给国家财政，用来补贴教育、医疗、住房和基础建设，相当于把老百姓交的税投资增值后再返给社会，既保证了国家财政的健康，也让百姓享受到了增长的红利。这背后靠的还是新加坡对廉洁和长期主义的执念。中央银行、财政部、主权基金之间的制度化运作，相互制衡，这些钱不会被挪用，也不会被贪污。这就是为什么几十年过去了，新加坡不仅没有破产，反而是存下了全世界最厚实的一笔养老金。有人说，新加坡的成功是全世界最值得嫉妒，也最难复制的。是的，因为它是一种理念。方竹还想说的是，当资源不在身边，命运只能靠选择。新加坡有钱不是因为他拥有什么，而是因为他决定成为什么。如果您喜欢方竹的这期节目，就请您点赞、订阅方竹时间，也请您打开小铃铛，不要错过最新的节目内容。也欢迎朋友们在视频下方留言，分享您的观点。方竹祝您好运好心情，我们下期继续看世界，看智慧，看人间工程。